Hello， 大家好，我是专门讲科学 AI GEO 的李亮亮。这个是我的第一支 YouTube 视频。关注中国品牌的出海，想拿到更多海外 AI 平台引用和流量的朋友们，欢迎关注我啊。英文的 AI 圈有一支专门讲 GEO 的视频，有 16.9 万的播放量，是这个领域公认的第一大片。Lenny 的播客呢，请的嘉宾是硅谷最头部增长机构的 Graphite 的创始人 Ethan Smith， 他手上呢跑着 Webflow 这种级别的客户。1个多小时的干货我全都看完了，帮你拆成一套能直接上手的方法。这支视频呢，我们就讲透一件事儿，就是在 AI 时代怎么能够让 ChatGPT 主动推荐你的产品。中文圈呢还没有人认真讲过这事儿，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先解决最大的焦虑。很多人一听 AEO、GEO， 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完了，以前做的所有的 SEO 全都白费，一切呢都得推倒重来。伊森的原话正好相反，他说呀，在 SEO 里面有效的一切，在 AEO、GEO 里面同样有效，只是呢 AEO 在 SEO 之上还有一些额外的动作，所以 AEO、GEO 并不是取代 SEO， 而是在 SEO 全部有效的基础上增加了对 AI 引用的额外的优化动作，而且呢还有可能速度更快，效果更好，点入进来的用户转化率更高。所以呢你别慌，过去积累的 SEO 的资产1分钱都不浪费，要补的呢只是额外的那个部分。这支视频剩下的时间就是讲这部分到底是什么。第一个额外动作藏在一个根本区别里面。谷歌搜索是排名，蓝链接排在第一位你就赢了，但是 AI 可不是这样的。伊森的原话是，在大模型里面不是这样，因为 Large Language Model 是在汇总多个引用源，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被提到的次数最大化。当你问到某个品类最好的工具是什么，那答案排在第一位的通常呢就是引用源里被提到最多的那个。在 AI 搜索里面被引用源提到的次数比单个页面的排名更重要，因为大模型的答案呢它是对很多个引用源的汇总。这点我上个月实测泡泡玛特看到的 AI 机制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方向反过来了。你看它是33个引用源里面有19个是 Trustpilot， 泡泡呢在上面只打了 1.6 分，满分是5分啊。被提到最多的地方是差评区，所以呢 AI 这个答案就是差评的汇总了。机制是同一个， AI 不生产观点，它是汇总引用源。那 Webflow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伊森给了一个排序，试了一大堆渠道之后，效果最好的第一就是纯 SEO， 第二呢是 YouTube 视频，第三是 Reddit。 你记住这个排序，等下咱们落地要用。第二个区别呢是在尾部，也就是用户问的问题，这里面有全篇最重要的一个数字。伊森的原话是，你提问的平均词数，我记得是 Perplexity 说的，大概是25个词，谷歌搜索呢大概是6个词，所以 AI 比搜索的长尾要大得多。人们一般都会问一大堆的追问，注意啊，他很严谨，专门说了这个口径是 Perplexity 出的，不是他自己测的，我报出处也是这个道理。用户向 AI 提问平均是25个词，但是呢搜索是6个词，这中间差了4倍，所以啊AI 时代的内容要覆盖完整的长尾问题，而不是核心的关键词。4倍这个差距意味着什么？没有人会在 AI 的平台里面敲空调推荐，人家问的是住伦敦老公寓，不能钻墙，预算就500英镑，夏天哪款最安静。这个事儿我在国内的 AI 引擎也实测过，结论是完全一致的。真实提问全都是长句，带场景带约束的。我之前讲过监测的4个难题的时候就说过，没有任何真实用户是用关键词提问的。现在英文圈的头部玩家用同一个方向把这事儿给说死了。所以伊森的打法是做长尾问题的矩阵，把用户会问的完整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怎么列？这个是下一节的重点。这节最实操，伊森给了完整的落地步骤，我给它压成3块。第一块是怎么挖问题，他给了3个来源。第一，把你的搜索关键词直接就改写成问题，把关键词丢给 ChatGPT， 让它转成问题，他做的是非常好的。第二呢，是你的竞争对手在付费搜索上投的词也改成问题。第三，也是你最容易忽略的，就是销售电话、客服记录、Reddit 上的提问和回答，用户反复问你的那些问题全都挖出来。挖掘 AI 长尾问题的3个来源是改写自己和竞品的搜索关键词，以及销售和客服当中用户真实问过的问题。那么第二块铺什么页面呢？他说先看 AI 答案里面现在引用的是什么页面类型，你是清单题，是分类页，还是工具页？
哪种类型出现的最多你就做哪种，然后关键一句，让你的页面回答所有的追问。要在 AI 答案当中出现，你的页面必须回答某个主题下面的所有追问的问题，你回答的越全，被引用的概率就会越高。第3块就是搞引用源。Ethan把引用源分了组，每组有不同打法，有自有的独立站 YouTube、Vimeo 的视频、Reddit 这类 UGC， 还有权威媒体的 Affiliate。 其中他点名了一个叫做 Dotdash Meredith， 就是 Investopedia Allreceipt 的母公司。他说史上最成功的 SEO 公司，也是 AI 引用最多的。付费呢，让权威媒体更愿意提及你。他的评价呢是，虽然很贵，但是简单，但是可控。落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出海，我把这套翻译过来，就是你的问题库从你的独立站关键词加上竞品投放词加上客服和社群里的真实提问来，页面要答全所有的追问。引用源在海外就是 Reddit、YouTube、垂直媒体，你分组去搞，这就是今天马上就能列出清单，马上开始行动的。那做了这么多，怎么知道有没有用啊？这一节呢是我最认同的，因为它和我一直讲的科学方法论完全是同源的。Ethan 呢给的指标叫做 Share of Voice， 声量份额。他的原话是，你要跨所有平台去建立你的声量份额的监测。我多久出现一次？平均排名是多少？连主持人 Lenny 都说 Voice Share 的这个词我头一回听说，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英文圈都算是新的东西。AI 时代衡量可见度的核心指标就是声量份额 Share of Voice， 它指的就是你在很多个 AI 平台当中被提及的频率，而不是看单一平台的单一排名。那怎么测才准呢？他说你得把同一个问题问很多遍，还要问他各种变体，才能够真正知道你出现的有多频繁。你看看他这句就算什么都不做，答案本身就会有相当大的波动。这就是我们测出来 27.4% 这个数字。你同一个问题连续问5次，引用源的重复率只有 27.4%， 所以呢，他给了一套对照组的实验方法，取200个问题，100个不动就当对照组，100个呢做干预，连续跑几周，对比涨跌。他最后强调可复现性非常重要，因为这不光是学术研究，这个直接就代表你要投多少钱拿到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测量绩优的效果必须使用对照组去实验，一半问题不干预作为对照，因为 AI 答案本身存在波动，单纯的前后对比是没有办法证明策略有效的。一边拿对照组说话，一边呢拿截图讲故事，这个呢就是科学绩优和玄学绩优的分界线了。最后呢，Ethan讲了几个反共识的判断，我特别认同，也补上一点我的看法。第一点 ，SEO 已死，这个就是假消息。他引用了谷歌搜索 VP 的公开表态，发给发布商的流量不降反升， AI 呢就是新增渠道，不是抢谷歌的蛋糕，盘子变大了，不是谁吃谁的问题。第二，工具现在就是在割韭菜。他原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渠道用这么贵的工具去做本质是白菜价的事儿，其实就是 keyword tracking 嘛，对吧？这个我一天就能写出来，那凭什么收你5万块呢？但是因为 AEO、GEO 很神秘，增长又特别猛，很多人正在为本质是关键词追踪的东西在花大价钱。第三， AEO、GEO 和 SEO 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他说的也很直白，宣称这是全新渠道，我是专家，我有工具要卖你，这个听起来很爽，但是呢，现实是二者的核心技术是高度重叠的，真正不同只是引用源的优化，头部和尾部这几处。我的判断呢，补一句，这恰恰说明护城河不再追热词买工具，在于把中立和可复现的测量做扎实。这个呢，也是我做李亮亮的科学绩优的原点。在我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上面呢，也有大量的关于 AI GEO 的实测工具以及一些科学的方法论我们有很多真机的对照实验，也有很多的实际的监测数据出来就发在这个频道上面，想看的大家都可以订阅一下。希望你喜欢我的 YouTube 视频，也请一键3连订阅我的 YouTube 账号。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